特币出现的零星顶形态会往什么方向突破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请随我看下去。Bybit 是我换过非常好的交易所，无论从挂单深度、顺滑体验、交易界面都无可挑剔。现在点击下方链接 KYC 入金$100过后，就会返还$100的现金。现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你完全不用交易，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时间有限，要强要快，因为只剩下没几天的时间，非常欢迎各位点击下方链接。以后很有可能都不会再有这种赠送的活动了。那 BigGet KYC 就可以直接领取 BGB。好，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周线。那为什么要从周线开始说起呢？这其实我们之前有说到，我们在这里呢正在走一个五浪结构。那这个五浪啊，其实从日线来看呢，有一点点别扭，因为日线的级别稍微是小了点。我认为只要到周线上来看，会比较合理一些。那表示出来呢，也会比较方便。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正在走第三浪，对吧？其实我们在走第三浪的，这种说法呢，我并不是在现在讲的，我是在走第一浪的时候就说我们会有第三浪的。那其实我们这一整段的上涨，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我们怎么数，它都是没有结束的。那既然上涨没有结束，现货肯定就要继续拿了。不过这是在周线级别的观点，在周线级别的观点呢，我们多头还在延续。那我们手上的现货就肯定要继续拿，手上有现货，我们在上涨的时候就可以吃到这个涨幅，而且这个风险是比较小的，因为现货它并不会因为价格的波动，然后就爆仓掉了。不过呢，我们在小周期上是有出现风险的。那既然我们出现矛盾的情况，这个时候我就选择继续拿着现货，但是我有可能在期货的仓位去做对冲。我认为这个是我们遇到风险的时候，在走多头行情遇到风险的时候最好的做法，而不是遇到风险就直接把现货给全部卖掉了。因为现货呢要卖掉，你要再买回来呢，其实是有成本的，因为现货它的流动性各方面都没有像期货这么好，所以我才会选择用这种方式。好，那我们再到4小时吧。4小时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啊，它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菱形顶的结构。菱形顶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当中啊，就有为各位提到了。在我记得是风险加剧还有危险这2部影片呢都有。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吧。那首先呢，我们现在把这个边界给画出来。其实这种菱形顶啊，它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我很少看到有走的这么漂亮的菱形顶。我们来看一下啊，它走的呢其实是这样的结构，我们在之前就有谈到，那它现在呢感觉是把这个形态啊又走得更加完美了，更让我确信它真的就是一个菱形顶的形态。你可以发现，它真的是一个菱形顶的结构。那这种结构呢，在教科书上它通常都是顶底的反转结构，也就是如果这种形态啊，它是出现在一个行情的顶部的话，那它通常就会意味着这个行情它已经到顶了，然后接下来呢会往下走，也就是我们前面的行情是上涨，然后走出了菱形顶，然后我们就会往下，当然不会像我画的那么夸张，这个是画了夸张了一点。那如果说是底部的呢？底部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一开始我们的震荡呢是比较小的，然后震荡越来越大，震荡到很大之后呢，然后我们的行情又开始收窄。那通常这种菱形的底出现在底部呢，它通常就会引来一波反转。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形态是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刚所说的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震荡幅度呢是越来越大的，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震荡幅度越来越大，那后来呢，我们又渐渐收敛了。其实跟现在的走势呢完全一模一样，非常符合描述。那再来，我们的量能呢，其实也有要求，就是我们必须从很缩量呢，然后一直到放量，然后再到缩量。你可以发现，不管我们怎么去看，它都是相当符合的。所以我会认为啊，它确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菱形顶的结构。好，那我们来做一个很俗气的事情。我知道这个东西确实这个是很蠢的、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如果说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的目标价格的话，大概在25000左右。25000，各位朋友，其实也就是我们前期一直迟迟没有突破的阻力，对吧？前期测试了很多次都没有突破，那我们后来总算突破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菱形顶如果说下破，极有可能就来触摸我们前面的压力，因为压力被突破就变成支撑嘛。那其实啊，这种菱形的顶部结构呢，我们在之前的一段行情当中，我们也有遇过。在哪里呢？在以太坊，比特币其实也有，但是以太坊是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
在什么地方出现过呢？我当时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们就在这里就出现了。4小时，好，1小时，没错，就是这里。当时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各位可以看一下啊、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当时它走出了这样的菱形的顶部结构，这个我认为也是非常完美的，它也很符合我们刚刚所说的描述，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价格不是收敛的，价格的振幅呢越来越大，对吧？价格的振幅越来越大，然后到后来呢，价格的振幅呢就开始收窄了，最后选择往一个方向。那当然了，最后我们这个菱形顶呢，它最后的选择方向是向上，这个不是几率最大的情况，几率最大的情况是它就是个反转的形态，这个在教科书上呢是有明确的说明到的。不过我们还是尊重盘面嘛，如果说往上的话呢，那行情它就已经做出选择，我们要做的就是追随而已。不过这里呢有一个我认为很值得大家注意的现象，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来让行情走一下，让子弹飞一会儿。好，行情往上走，对不对？但是它突破了这个形态，你可以发现它在前面这个位置就已经突破形态，但是它并没有暴涨，它并没有暴力突破，反而是在这个位置形成了震荡。然后呢，后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震荡，震荡，震荡，啊，震荡到不行了，好，我们就突破了。那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即使说突破了形态，这个位置呢，它也没有直接开启一波猛爆的上涨，而是在我们突破了阻力过后，你可以发现我们在前期这个位置顶部有阻力嘛，然后我们即使突破了，还是一样受这个阻力的压制，受阻力的压制，受阻力的压制，直到我们在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价格就一飞冲天，真的是一飞冲天。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价格是到后面呢是有多么的夸张，从这里我们就从这里做多，很保守了吧，对不对？我们拉到最上面了，它也是有一个11、12%，也算是很不错了。1小时级别的，你的止损放的其实并不远，那可以吃到这个距离呢，真的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了。所以我个人呢，如果说操作这种形态的话呢，会把第一仓小仓试仓的位置呢，是放在我们突破形态边界的时候，这里放第一仓。好，那我们来稍微做个笔记，突破边界的时候呢，这里应该要下第一仓。就是先试仓，比较小仓，那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比较大仓位的去做呢？其实是我们又突破了我们在上方这个阻力的时候，下第二仓。其实我的所有仓位我都一定是慢慢加仓上去的，不可能这个仓位一开始就开好，因为我们要有等盘面更多的确认信号，才可以确认我们这笔交易它真的是成功了，它真的是胜率比较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下仓位大的这种交易会比较好。所以如果说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子操作。好。那我们有这一次的借鉴的成果，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呢，行情已经渐渐收敛，它极有可能就在最近几天，甚至就在最近几个小时，它就会出方向了。那我会认为呢，我们上下边界比较明显的下方的支撑呢，大概在27000左右。也就是如果说它跌破了这个形态，并且也跌破27000，那这个时候肯定是我进场的时候，我手上肯定有单子，而且长尾呢已经开好了。那再来，如果说它往上了呢？当然了，这个在教科书上的机会是比较小的，但是并不代表它没有机会发生大概就在28800。所以如果说28800被突破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做多了。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做多的话，我个人还是会很谨慎的，仓位会比之前小，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出现蛮多风险信号了，比如说背离啦，比如说前面的涨幅啦，然后走缓啦，等等等的。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CME Gap，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这一周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最低的价位呢是有走到27000，对不对？我想当时肯定有非常多人急着在做空了。可是如果我们复盘一下过往的历史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 CME 它回补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缺口这周是在22700左右。那现在呢，你可以发现它是没有产生缺口的，即使我们打开了指标。之前在下面这个位置产生缺口，但我们现在呢是没有缺口的，因为我们即使跌到了27000，我们后来又回弹回来，非常靠近缺口的位置，所以我们就没有在这个图表上面产生缺口。那这可以警惕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在假日做操作的话，也不是说不行，也有这种假日的突破，甚至我们这波行情呢最值得入场的时候，就是在假日这一波突破的时候最值得入场。但是呢，
绝大多数的时候啊，假日的动作它真的往往都会是假动作，像我们这一周，对吧？它就是假动作。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Eyes in the sky, gazing far into the night. I raise my hand to the fire, but it's no use, 'cause you can't stop it from shining through. It's true, baby, let the light shine through. If you believe it's true, baby, won't you let the light